当我们要解决翻牌前的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能够设想出每一位玩家的范围，我们才能够做出应对策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跟大家做的是 DC 手牌投稿解析。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 EV 实验室上线啦。那 EV 实验室呢，它上面有扑克新闻，还有免费的扑克文章。重要的是，它有一个订阅影音服务。那在上面呢，可以看到我参加的一些线上决赛桌，或是我使用一些电脑软体分析扑克手牌。如果你对于学习扑克有兴趣的话，欢迎到下方的资讯栏观看一下。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问题手牌投稿。我们今天看到第一手牌，这位玩家他说他在 Hijack 位。他有一对10，然后面对了一个 CO 位的3次下注，请问一下，在合牌的决策该如何做动作？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一场不是锦标赛哦，它是一个常规桌。那我们先讲这手牌，翻牌前面对一个 CO 位的3次下注，我认为应该策略只会有一种哦，就是跟注。那我认为在这边跟注的范围，甚至是99、10，应该说，我认为77到10的对子，应该都会是一个高频率的跟注。那如果说是JJ 以上的对子或是 Ace King 的话呢，会是一个高频率的4次下注。那这手牌呢，翻牌前的跟注我觉得没有问题啊。翻牌是 Q72 Rainbow 一个彩虹面，然后它的预设策略呢，绝对是过牌啊，没错，他选择了过牌。那转牌呢，它可不可以下注？我认为转牌的10呢，还是会放在一个过牌的范围。那你说下注会是什么样的范围？下注会是一些比较好的 Q 啊，甚至是一些10J 双头顺的炸胡。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下注的一个范围。那同时呢，它也应该要有一些比较弱的 Q 啊，放在一个过牌的范围，比如说 Q10同花、JQ 同花，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范围。那它下注很有可能就是一些3条7啊，甚至是一些3条2，甚至是一些 AQ 跟 KQ 的组合，可以放在转牌的下注。那总而言之呢，这个10在转牌的过牌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合理的，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呢，对手下注，那我认为10在这个地方呢，是必须至少要跟注一次，然后根据合牌跟合牌的动作来做决定。所以呢，对手在转牌下注啊，这位玩家也选择了跟注啊，这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没有问题。那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方块6，这个时候呢，预设策略一定是过牌啊。这个时候对手下注了一个非常大的下注尺寸哦，底池31，他下注了25块多，那是一个接近满趴的下注尺寸。那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下呢，10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啊。在这边的话，应该只会跟注到 Q 的对子，或是更好的手牌范围，会有一些3条，比如说像99，甚至是一些 Q10、QJ 啊，甚至是 KQ 的组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过牌跟注。所以这手牌啊，它的问题是说合牌应该扣吗？我们前面就讲了，我们分析了它的范围跟它整体的一个策略方向。那我认为这手牌合牌应该是要弃牌，它实际上也弃牌，只是它没有这么确定。然后呢，它的判断方式呢，原因是因为对手的 VPIP， 也就是对手的入池率非常的少，只有10。那我认为他的说法呢是没有错，因为根据这样子的数据呢，其实玩家翻牌前的3次下注的频率也会非常的低，在很低的情况下呢，大部分都会是一些更好的一个手牌范围。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的依据没有错，或者是说今天合牌要跟注的时候呢，我们前面就讲了什么手牌更适合跟注，或是 Q 以上的对子。所以在这个合牌呢，很明确的是个弃牌，你没有打错。我们看到下一手牌，呢，它是用一个文字叙述，他说了，他在这个 UTG 的情况下呢，他有120个大盲，对手呢是在这个大盲位啊。翻牌前呢是他在 UTG AK 不同花选择加注到2.5个大盲啊，都弃牌啊，弃牌到大盲位选择跟注。翻牌是 KJ9 彩虹面，底池呢大约是我猜啦是6.5个大盲，他下注了3.6个大盲，但也是半个底池多一点。然后呢大盲位跟注，转牌是一张3啊，无关紧要的3，大盲位 check。这时候呢 UTG 就是他又持续下注了8.4个大盲，8.4个大盲大约是70%左右的下注尺寸。然后这个时候大盲位跟注，那合牌是一张 J， 然后大盲位过牌。这个时候呢，他下注了一个满帕29个大盲的下注，然后面对了对手的加注到79个大盲。啊，这个时候呢，这位玩家想要问，面对这个合牌的加注，他可以推回去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又或者是说，他应该老老实实当成一个摊牌价值的扣。这手
手牌呢，我的状况，我想要讲的是，这个合牌其实呢，我认为电脑的策略，又或者说预设策略呢，合牌绝对会是一个很明确的过牌。那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 AK 是一个很明确的过牌？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在翻牌一个半个底池的下注，转牌一个大尺寸的下注，其实它的范围里面有相当多的 J 的组合，不管是10J、KJ、QJ 等等，甚至是 AJ。那你要想的是，对手在面对合牌的大尺寸下注，基本上我认为这把 AK 呢，合牌呢可能会是过牌多一点，又或者是如果是下注，也一定会是一个小尺寸的下注，可能是低于半个底池，甚至是更小。因为我们希望让对手跟注一个更弱的范围嘛。如果说你今天下注大尺寸，那人家有 K 都不跟你，那人家跟你是什么？就比你大的手牌嘛。比如说 Q10或者是有 J 的组合，那也就是说你这个下注其实是很糟的，原因是因为你的 AK 是拿不到任何的价值，当对方跟注的时候呢，手牌范围都比你强。所以我认为，如果合牌的下注你要选择一个大尺寸的话，你就必须要选的手牌呢，会是一个比 J 或更好的手牌。比如说你有 J 或者是有顺子，或者是你有 Full House， 你选择了大尺寸。那像 AK、KQ 这种手牌呢，我认为就会放在一个过牌，甚至是一个小尺寸的下注，我觉得是比较合逻辑的。所以第一个就是合牌，其实我觉得不应该下大注。第二个就是如果被 raise， 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那当然也不会推回去。摊牌价值的扣，我觉得你没有摊牌价值，你也扣不动啊，因为没有赢牌。这手牌的状况跟大家做一个完整的分析，就是合牌应该是不能下注啊，面对加注的话，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接下来讲下一手牌啊，下一手牌的话是一个翻牌前的状况。投稿者的玩家呢，他在大盲位，他大约有75个大盲的有效筹码量，他拿了一对 J 啊，这个时候呢，状况是200、400的大盲前注，然后呢 UTG 是一个短筹码，选择了全下4000，就是10个大盲，然后 UTG 加1 raise 到1万，后手大约还有剩下5万。也就是超过100个大盲，这个时候呢，按钮位的玩家跟注1万，后手也有5万啊，就大概也都超过100个大盲啊。这个时候到他在大盲位拿 JJ 应该要如何出？那我们就讲过了，当我们要解决翻牌前的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能够设想出每一位玩家的范围，我们才能够做出应对策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当你都不知道玩家的范围是什么的时候呢，你是绝对不可能做出对的应对策略。所以我们先猜想 UTG 短筹码4000会是什么样的范围？我认为啊，预设策略可能会是1对4以上啊，但有的玩家会推到所有的对子啊，我觉得很合理。那你说 A2、A3 他会不会推？我们不知道，但我认为 A4 同花以上一定会 all in，2张同花10以上的牌一定会 all in。我觉得大概会是长这样子的范围。那我们要想的是，如果它这个是一个预设策略的范围的话 ，UTG 加1要加到1万，应该会是什么样的范围？那我认为第一个绝对要领先啊，因为这绝对不会有炸，他已经确定了这个人 all in， 他炸不掉他，所以他能够继续的范围呢，我觉得最弱会是一个，比如说66以上的对子跟 AJ 以上的手牌，我觉得这是我给他一个最宽的范围，我觉得不会比这个范围更宽。也就是说，今天 UTG 加1，他跟注的范围大概是66以上或是 AJ 以上。当他今天加注到1万的时候呢，很有可能要比这个范围更紧。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投入了更多的筹码。假设后面的玩家遇到大牌的时候呢，他不希望他拿这么宽的，比如说66跟 AJ 打一个更大的底池哦，因为当后面的玩家只要不弃牌啊，他很明确的可以知道，比如说像6677这样的手牌，或者是 A10、AJ， 甚至是 AQ， 都会落后后面的玩家有动作的范围。所以我们先设想说，他加到1万，我觉得最弱可是66AJ 以上，我觉得甚至很有可能会是77以上的对子跟 AJ 同花，甚至是 Ace Queen。这个时候呢，按钮位冷跟1万的状况呢，我认为按钮位的范围呢，至少会是一个 JJ 以上的对子跟 Ace King。我认为如果按钮位的玩家是99、10是 AQ 的话，我觉得都会是一个相对轻易的弃牌啊。原因是因为对上 UTG 加1加到1万的这个筹码量，我认为99、10跟 AQ 都是领先的情况不够多，因为对上2家，所以我认为按钮位的玩家的范围呢，至少会是 JJ 以上的对子跟 Ace King。所以我们定义出了3位玩家的范围之后呢，到我们在大盲位，请问一下，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我们在乎的是我们至少要比按钮位的范围还要更紧，或者是更强。也就是说什么？我们如果说今天要比他更强的话，因为我们没有投入筹码，所以我们至少的范围呢，我认为会是 QQ 以上的对子跟 Ace King 才会考虑继续。也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地方，你的手牌不是 QQ 以上的对子，也不是 Ace King， 就几手牌，我讲给大家听嘛 ，QQ、KK、AA 跟 AK， 你只要不是这4手牌，都是弃牌，就是这么简单。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仅要担心按钮位，我们还要担心的是前位跟中间加注的这些玩家。所以呢，我认为这个一对 J 呢，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他只问我会怎么处理啊，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弃牌，所以我就跟你讲 ，JJ 会是一个弃牌。接下来下一手牌啊，这手牌呢是有
有附图了啊。这手牌呢是一个常规桌的状况啊，投稿者的手牌位置呢，他在 hijack 位，他拿的呢是一对 AA， 能输吗？这时候呢，面对的动作是什么状况呢？首先呢是这个 low jack 位的玩家啊，加注到2个大盲，然后他在这个 hijack 位的位置呢，选择了3次下注到8个大盲。那我认为这个加注的尺寸呢，我觉得非常的不错。我觉得这个以预设来说呢，这个加注尺寸是很合理的，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呢，比较有意思的是，面对了这个 low jack 位玩家4次下注到23个大盲，那我认为他这边2个决策啊，第一个呢是选择再加注，第二个呢就选择跟注。那以频率上来说呢，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处哦。就假设这个对手是有一个4次下注的炸，又或者是说他在翻牌之后会打得很激进的话，那我们跟注设下一个陷阱，其实是蛮好的。那如果说你今天很确定他的范围就是 QQ 以上的对子跟 S King， 他永远不会弃牌，那我认为最好的处理方式呢，就是直接在翻牌前再加注，那希望可以在翻牌前直接打完啊，因为 AA 在翻牌前啊是大幅领先所有的手牌范围啊，这是废话。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最领先的时候呢，投入全部的筹码，这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预设策略。但我认为跟注有跟注的好处啊，然后翻牌前再加注也有再加注的好处啊，至少这2个决策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那我认为他应该有一些玩家的资讯啊，所以如果说他对于玩家之后这个对手的翻牌之后的认知上有一定的资讯的话，那我觉得跟注是 OK 的。他选择了跟注，这个时候呢底池大约有46个大盲，我们这时候看到了。然后呢翻牌是一个972 2张梅花，我觉得是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手牌，因为这是一个4次下注，我认为972是一个完全不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对手选择了下注17个大盲，那他选择了跟注。那我觉得一样啊，这边的预设策略来说，他可以跟注，他可以加注啊，这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他认为这位玩家不管在翻牌、转牌甚至合牌会有很高频率的一直下注的状况的话，那我觉得跟注是一个相当的不错。所以他选择了跟注之后呢，转牌来一张梅花 K， 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梅花 K 的话，在这边对手其实是有 AK 不同花的组合，但也无所谓嘛，因为你有梅花 A， 然后你还是赢 AK 嘛，所以你完全的不用担心这个转牌。这个时候呢，底池啊40块，他选择了下注了10块啊，大约是20个大盲啊。我们这边的玩家呢，还是选择了跟注，我觉得非常的没有问题。合牌是一张黑桃 Q， 就是也没有开梅花，就3张梅花在台面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对手选择了 all in 的36块，底池60块，他下注了 all in 的36块。那我认为这应该会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啊。为什么很明确的跟注呢？原因是因为今天你把这个主导权啊给了对手之后呢，其实对手会有一些，我认为还是会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宽的范围。也就是说，他有没有可能自己在价值下注他的 AK？ 我觉得有机会。那当然，你说对手有没有可能是 KQ 同花？但我认为对手是 KQ 同花，或者是 KKQQ， 那我觉得你输了也就输了，可是你还是领先啊一部分的手牌范围，你还是领先他的炸胡。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是你一个翻牌前想要慢打的一个得到的一个结果嘛。你翻牌前跟注，不就是希望他能够疯狂的一直主动下注吗？那为什么合牌你又跟不动了？因为这手牌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很轻易可以跟注的手牌啊，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啊，如果是我处理的话，我觉得我的合牌应该都会选择跟注。那我觉得跟注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决定。下一手牌投稿者的玩家的状况呢，他说了这是一个限时锦标赛，是一个9人桌的状况。然后呢，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他在 UTG 加注6个大盲啊。加注了6个大盲，对，好，他加注6个大盲 ，UTG 加1的玩家跟注，然后 low 价位的玩家选择3次下注到18个大盲。这个时候更诡异的是 CO 位跟bottom 位呢都跟注，盲注位弃牌之后呢，到他做了一个决策，他选择了4次下注到60个大盲，然后呢 low 价位玩家跟注，然后其他对手啊都弃牌，然后翻牌是 K34 彩虹面，底池164个大盲，非常的精彩。底池164个大盲，他后手剩不到1个底池啊，对啊，因为他翻牌前有200个大盲，他投入了60个大盲，所以他应该剩下140个大盲左右。翻牌之后呢，他想了一下，他觉得筹码底池比较少啊，低于1个底池啊，没有错，所以他选择了 all in。然后对手想了一下跟注，然后他看到对手的手牌是1对5，那转牌开了5之后呢，合牌开了一张无关紧要的6，然后他就输了啊。他的问题是什么？他问题是这桌的玩家都很黏啊，应该很黏的意思是很喜欢跟牌、很松的一个玩家群，所以他才加注比较大。那在这之前呢，他说他看过这个对手，他
他觉得他打得很算紧实的玩家，他自己也是紧实的玩家，所以在这么干的牌面，他觉得他拿不到太多价值，只输埋伏的 AA 和 KK， 而且他中了顶对顶踢脚后手的筹码底持比不到1，撞盘应该也闪不掉。那他不确定的是，他觉得在这里直接推到底做的对不对，又或者是说这一手牌怎么样做可以做得比较好。首先我们从翻牌前来讲啊，我认为预设策略的加注尺寸呢，应该都会是一个我认为 2.5 到3个大盲。那他这边讲的是，他如果觉得说今天他加一个大注，桌上的玩家会跟注一个更弱的范围啊，不管你加多大，他都会跟注的话，那我认为他做的这个修正，也就是大尺寸的加注当然好牌，我认为是可以的，我认为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问题就在于说，他今天认为这个对手很紧，但是他实际上看到了手牌就不紧。因为看到对翻牌前3次下注之后跟了一个60个大盲的4次下注，这是不可能的。我就先说了，他的对手呢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就是第一个55根本不应该3次下注，那绝对也不应该跟一个60个大盲的4次下注。他的对手其实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但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如果他的 AK 这样子打，可以让这位玩家翻牌前投入这么多的筹码，那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状况。所以如果我是他假设他今天选择加注到6个大盲，我觉得 OK。然后面对了4次下注的时候呢，我觉得以一个比较紧的玩家，他很有可能这个 AK 的预设策略应该是要跟注所以我觉得这跟他有的资讯不一样。如果他觉得这个对手是一个很紧的玩家，我认为这个 AK 面对3次下注18个大盲应该都只有跟注。但我觉得你要4次下注，如果认为他的范围是很松的，那我觉得也 OK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55所以这个范围应该是很松的。所以我觉得4次下注到60个大盲，我觉得这个加注尺寸有一点太多。我认为预设的加注尺寸依照这个筹码量加注到50个大盲上下，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但讲过头来，就是他的 AK 同花选择加注到60个大盲，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他认为对手会跟注一个很弱的范围，拿到更多的价值，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翻牌前的修正，不管是加注跟这个4次下注，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翻牌的决策是什么？翻牌的决策的下注的尺寸呢？我们希望我们的手牌范围呢，不会只会有一个过牌跟 all in 2个选项，我们还是希望透过一个小尺寸的下注，尤其是在这种 SPR 的情况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让他的范围里面的手牌呢，做一个痛苦的决策。也就是说，假设正常的玩家，我认为在这边QQ 以下的对子面对一个大尺寸的 all in， 应该都会是一个很轻易的弃牌。他知道他的范围里面有很多的 K 甚至是更好的手牌去跟注就好了。所以我认为大尺寸的下注会让这个对手的决策变得相对来讲很容易。那如果说你让你的对手做出一个很容易的决策，我觉得这就是你的对手就不会犯错嘛。那你希望你的对手犯错是什么状况？就是今天底持164个大盲，当你今天下注20%，譬如说20个大盲到30个大盲，甚至是40个大盲的时候，对手拿一对，譬如说一对 Q 到一对8。1对6无所谓，就是这些手对，甚至是 K10 同花、KJ 同花、KQ 同花，他要不要跟注，他才有机会做出一个困难的决策，他才有机会犯错。所以我觉得小的下注尺寸有这样的好处。再来就是，当你今天有炸胡的时候你今天的炸胡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一些 AJ 同花，假设你今天拿 A5 同花、AJ 同花，或者是一些随机的有阻挡牌的手牌。那我觉得有阻挡牌的手牌的4次下注，大部分都带于一张 A，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些 AJ 同花、AQ 不同花、A5 同花之类的手牌。那我觉得这些手牌呢，你也不会直接 all in 嘛。如果说你直接 all in 撞到人家的 AK， 那不就挂了吗？所以我也觉得一个小尺寸的下注的炸其实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目的。所以我觉得小尺寸的下注呢是比较合理一点。期望值来说呢，我也觉得小尺寸的下注呢期望值一定会比较高。我认为直接 all in 是比较糟糕的做法。但实际上遇到的玩家竟然拿一对5跟注所以我觉得你的对手呢应该也是一个犯非常严重错误的对手。他如果会拿一对5跟注的话，他在这边长期来说应该会输很多筹码。那这个结果呢是好的就是你选择了 all in对手跟注，但是你运气不好输了一个底持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回过头来讲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小尺寸的翻牌下注会比较好。
下一手牌蛮有意思的是对手啊，我们这位玩家呢，在这个 hijack 位，他有 Q10黑桃，那筹码量呢大约是11.5个大盲啊。这手牌呢，原本我看到这手牌的时候，我以为他的翻牌前就会结束了，但是他竟然处理到翻牌后。首先他讲了，前圈是980个人，那目前剩下200人，已经进入前圈的状况。翻牌前他有11.5个大盲，他选择了一个最小加注。那我觉得这边的2种状况都可以，他可以翻牌前的 all in 啊，这绝对是正 EV。翻牌前的加注也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对你之后的这个翻牌之后的技术非常的自信，要不然我觉得翻牌前的 all in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不管怎么样，他选择了一个最小加注啊。这个时候呢，看到了动作是 CO 位的玩家，大约是一个深筹码70个大盲的玩家跟注，然后大盲位是一个短筹码啊，大盲位的玩家呢，大约有20个大盲左右也选择跟注，所以这是一个3人底池。翻牌是黑桃 A 方块 Q 方块 J 啊，这时候呢大盲位过牌。那我认为在这边的话 ，Q10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过牌，原因是因为这个我们讲了，你的手牌刚好不上不下，然后不能拿价值，但是同时又有摊牌价值。但是呢，这个 CO 位的玩家他还是会有一些同花 A 甚至是 King Queen 的组合是领先你的范围，所以我认为过牌是一个很不错的策略。然后3位玩家都过牌，那这时候转牌看到了一张无关紧要的梅花9啊，让这位投稿者的手牌呢变成是一个中对带双头顺的状况，但是看到了大盲位的下注2.2个大盲，然后这边的话，我认为他的预设策略一定会是个跟注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投稿者的玩家选择了跟注。那合牌呢是一张黑桃7，这个时候底池12个大盲，对手大盲位又选择了下注3个大盲，然后他这边很痛苦的弃牌了。他认为这边第一个他在思考的是合牌可不可以 all in 炸，他当下说他没有勇气推出去，加上对手的筹码比他多，所以他选择了弃牌，他不知道怎么做讲好。我觉得这个合牌呢，在一个3人底池的状况呢，我认为合牌的 Q10呢应该会是一个弃牌，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3人底池，然后不是单挑的状况，也就是说3人底池的情况下，其实这位玩家会 check 非常多的 A， 原因是因为他需要担心 CO 位，CO 位跟他都有非常多的 A 的组合的时候呢，或者说更强的手牌范围的组合的时候，大盲位的炸胡就应该要比较少。也就是说，大盲位的炸胡比较少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抵抗到中队。我认为转牌的跟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跟注一次，再加上我们有一个双头顺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跟注的是这个原因。但是合牌抓炸胡的话，我觉得我们有更好的手牌可以去抓炸胡，任何的 A 我觉得都是一个明确的跟注。虽然说是一个小尺寸的下注，所以我觉得应该比较高的几率会选择弃牌。那当然，你说一个低频率的 all in 炸胡可不可以？我觉得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特别的资讯。特别的资讯是什么？这位大盲位的玩家有 A， 有比较弱的 A， 譬如说 A2 到 A6， 他会弃牌。那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资讯，你觉得他会下注之后弃牌，那我觉得是非常好。又或者是说，你知道大盲位拿 King Queen 在这边会下注3个大盲，面对你的 all in 他会弃牌，那我觉得你有这一些资讯，或者你猜想他会这样做的时候，那我觉得 all in 是一个可行的策略。那我觉得就讲了嘛，很高的几率会是弃牌，然后很低的频率会是加注 all in， 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不会考虑跟注，所以这手牌我觉得，如果你对于翻牌之后的决策没有这么的明确，或者说你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做的话，那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的做法就是这个翻牌前11.5个大盲其实是可以直接 all in， 这是一个正 EV 的决策。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手牌投稿解析。那有非常多的玩家投稿了有意思的手牌不管是常规桌、锦标赛，不管是翻牌前或是翻牌后的问题，我都跟大家做一个我觉得蛮详细的解释。那在上一支的影片中呢，我知道有非常多的观众在下面留言都觉得非常的棒。那我也非常的开心玩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影片，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制作。那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影片有任何的建议的话，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说你想要投稿你的手牌来让我回答的话，记得尽可能的提供一个完整一点的资讯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越完整的资讯呢，我有越高的几率会挑选你的手牌来做一个回复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那我是小 P，大家拜拜。